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3月17日星期一，佛历4月夏初4，万象晴，20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5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基普，跌幅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6.9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0.49基普，涨幅0.08%。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2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0.2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12.46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4.44点，跌幅1.28%。开盘1126.9点，最高1126.9点，最低1089.36点，成交量95300股，成交金额15385.4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500基普，交易量530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500基普，交易额77498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099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7万基普，涨幅0.2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3月12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44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13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68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占棚县农村综合农业项目惠及4村村民。3月14日，沙湾拿吉省省长本强姆乌本帕赛率团前往占棚县，推动农村综合农业项目中的大规模旱稻种植。该项目由韩国贷款资助，建设成本1.2亿美元，覆盖50公顷土地，惠及40户家庭。尽管项目已实施，但产量未达预期，效益较低。为此，省长建议农业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帮助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包括土壤改良、灌溉、施肥等。若水稻产量仍不理想，建议改种其他作物以提高收入。2. 塞松本省塔通县突降冰雹伴随降雨。3月15日下午5点左右，塞松本省塔通县普村地区突降冰雹并伴随降雨。此次天气现象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可能造成一定影响。3. 缅甸电信诈骗案，2876名中国籍嫌疑人被遣返。近日，缅甸妙瓦底地区一起电信诈骗案中的2255名中国籍嫌疑人被中国警方通过泰国遣返回中国。自2025年2月20日起，中国、缅甸和泰国3国警方展开合作，针对妙瓦底地区的电信诈骗案嫌疑人进行联合抓捕行动，目前已累计遣返2876名嫌疑人。今年以来，中国、缅甸和泰国警方持续深化执法合作，严厉打击利用妙瓦底地区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行为。3国警方在相关地区开展了密集的执法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4. 外长通沙万访华，会见中国副总理丁薛祥。3月12日至15日，外长通沙万彭维汉率团访华，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双方高度评价中老传统友好关系和全面战略合作成果，强调将深化4号精神，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丁薛祥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70周年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50周年，通沙万感谢中方长期支持，特别是对老挝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支持。双方签署了关于全球安全倡议的合作备忘录，并同意加强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特别是中老铁路经济带开发项目。
确保两国人民共享合作成果。5. 财政部发行2025年政府债券，总额达2700亿基普。3月14日，财政部通过老交所发行了2025年政府债券，总额包括2700亿基普、1亿美元、65亿泰铢和2亿人民币。这是自2018年以来，财政部通过该交易所发行政府债券的第8年，累计发行额达11400亿基普、3.5亿美元、155亿泰铢和5亿人民币。财政部公共债务司司长维莱金纳旺表示，债券发行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积极响应，且从未发生违约情况，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财政部将继续通过该交易所发行2025年政府债券。6. 副总理视察川矿省高科技奶牛养殖项目。3月13日，老挝副总理詹萨蒙占雅拉率团视察了川矿省佩克县的高科技奶牛养殖项目。该项目占地5000多公顷，由老挝日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旨在推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加财政收入。詹萨蒙副总理对项目的贡献表示赞赏，同时强调需解决环境问题，特别是粪便异味和污水排放。他还要求相关部门继续支持社会和地方的经济发展。随后，副总理一行视察了黄海机场的建设和维修进展，并参观了第2师团历史博物馆。7. 新闻部组织集体劳动活动迎接建党70周年。3月16日，老挝新闻文化与旅游部组织集体劳动活动，清扫万象市道路两侧垃圾，迎接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70周年。活动从瓦因邦寺红绿灯路口延伸至马霍索医院红绿灯路口，文旅部及多个部委、机构和银行的代表积极参与。此次活动旨在增强部门团结，美化城市环境，落实万象市6枚口号中的清洁、美丽、绿色和繁荣目标。8. 沙湾拿吉省发生醉酒驾驶事故，司机严重受伤。3月14日凌晨1点04分，沙湾拿吉省凯山丰威汉市索克村湾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男性司机因醉酒驾驶导致车辆失控，撞上路边的树木，造成严重受伤。据救援部门报告，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意识不清，救援人员已对其进行初步急救，并将其送往省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